这个世界的每个人都会根据发型觉醒超凡能力，有爆炸头觉醒出火球操控异能，有狼尾头觉醒后变身成为强大狼人，甚至还有人是黄毛杀马特，觉醒后竟变成了超级赛亚人。而我前世身为资深程序员，顶着稀薄的发量，竟没有觉醒出任何能力，最终被强大的异能者像捏蚂蚁一样捏死。如今距离异化还有9个小时，重活一世的我立马卖房贷款，冲进了一家植发医院。此刻在护士最大的植发医院内，我激动地大喊道：“医生，我不管你怎么植发，但是我的要求你务必给我完成。前面1000根暗紫色，两侧各500根深蓝色，头顶1000根深红色，后脑勺两侧各500根白发。至于其部位，全部按照原来的颜色黑色，而且一定要植9999根头发。如果不够，那就继续加，钱不是问题。”医生看着满脸认真的我，感觉自己的三观都受到了冲击。自己当了这么久的植发医生，头一次遇到这么奇怪的要求。我算过，9999根实际上也差不多了。人的头发在8万根到10万根之间，但我必须保证自己是最强的。随后我直接把手机扔出来，你只有5个小时的时间。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是银行卡里的7位数字，医生立马拍胸脯保证没问题。不过您这样的要求，我得打电话联系各个理发店的人，让他们送过来，应该要不少的时间，最多给你2个小时。医生小鸡啄米般点头，够了够了。我清楚的记得，暗紫色头发觉醒了雷电异能，深蓝色冰系异能，深红色觉醒了火焰异能，白发则觉醒了天使之翼。这些异能全都是在末世降临之后通缉出来的最强异能。终于在2个小时之后，医生也终于聚齐了所有的头发，开始了漫长的植发过程。因为时间过长，我直接睡了一觉，一觉醒来头发已经植好了，满头都是各种5颜6色的头发。我看了一眼时间，还剩下2个小时，末日就会降临。医生，再帮我做个发型。无奈医生只好给我做了个杀马特。刷完了卡之后，我回家静静的等待着末世的降临。1个半小时后，我抬起手腕看着天空倒数5、4、3、2，时间到，末世降临。天空上洁白的月亮上瞬间染上了一抹血色，这一刻全世界各个地方都笼罩在血色之中。你们看，那边的耗子怎么变得那么大？所有人朝着一个角落中看去，只见一个灰色的耗子正在以极其诡异的速度变大。我站在窗前微眯着眼睛喃喃自语，全球畸变开始了。血红色月光汇入耗子的体内，眨眼之间以一种极其诡异的方式长到了3层高。这么诡异的一幕让下面的老头老太太尖叫出声，而声音自然也吸引了变异耗子的注意。强而有力的4肢快速蹬动，来到几人的面前，张开血盆大口便直接咬了下去。一口下去，老人的脑袋当场变成了小零食。在血红色月光的照耀之下，整个市区都陷入了疯狂和诡异的捕杀。与此同时，我的身体被血色月光照耀，也开始了变异。一根根头发丝在这一刻飘荡了起来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长，而被染过的头发正在快速吸收着血红色月光。暗紫色头发散发着丝丝电弧，深红色头发诡异的自然起来，深蓝色头发快速结冰，白色头发则一根根扎入我的背后，往血肉里面钻。背后传来的剧烈疼痛让我整个人都感觉到了无边的痛苦。就这么持续了10分钟，在我的背后，一对洁白色的翅膀从背后伸展而出，一股神圣的气息萦绕。头上各色的头发在这时候也恢复了正常的黑色。左手散发着火焰灼烧空气，右手冰蓝色长剑凝聚，寒气让空间扭曲，而双眼则是宛若弥漫着雷电。总算是没有白费。我依稀记得上一世那位天使之翼的强者面对上一异兽潮，一人一剑手一成，燃烧着生命力的6翼天使在异兽潮中杀了个七进七出。现在也就只是刚刚变异，想要突破还得杀这些异兽。异兽的体内有兽核，能够让我升级，头发恢复成短发。我单手伸出，火焰瞬间弥漫面前的墙壁，然后猛地一握，墙壁瞬间被焚烧成灰烬。紧接着我猛地一跃，洁白的天使之翼在背后伸展，我的身形悬浮在空中。这一幕自然也吸引了楼下的大耗子，大耗子猛地朝着我攻击而来。我轻蔑地低头看了一眼，右手伸出，在我的头顶一团团水汽浮现，快速吸收着空气中的水汽凝聚成冰刺。死！我淡淡一字落罢，头顶的冰刺几乎是在瞬间快速落下，几十个冰刺几乎将耗子刺成了刺猬，脑袋炸碎，一块菱形如同水晶般的兽核落下。我将兽核拿在手里，微微摇头，一块普通兽核而已。我记得在城北公园有一株灵草，能够提升一个大境界。心念一动，我便朝着城北公园的方向飞去。这一路上我见到了无数人丧生在异兽口中，也见到了不少觉醒者在保护着普通人。路上也有不少异兽来攻击我，但对于我现在而言，这些异兽就是自己的能量基站。在吸收了10多块兽核之后，也升到了人境3阶。等我抵达公园之后，便发现周围的异兽全部都在朝着公园汇聚。在灵草的面前，一只至少15米高的猩猩守着灵草，它的周围还有不少异兽正在参与进来夺取灵草。灵草也能够让异兽提升自己的能力，本能让他们感觉自己非常需要。在末世中，资源是唯一争夺的东西，这群异兽也都疯了。猩猩抓起身边的基站塔，在他的手中，基站塔就像是他的武器，每一次落下都能让一只异兽脑袋破碎，真是浪费。我撇了撇嘴，叹了一口气。我能感觉到面前的猩猩至少有人进5阶的实力。刚说完，我就感觉到了一股危险从天空中传来，下意识一闪，只见基站塔落下，轰的一声砸在地面。转头我就看见猩猩直勾勾地盯着自己，找死！我心念一动，身后的天使之翼快速挥动，直接来到了半空之中，状态全开，左手火焰覆盖，右手寒冰，眼神之中闪烁着雷光。背后的天使之翼挥动之间有神圣的气息浮现，短发也在这时候变成发丝乱舞。猩猩有人进5阶的实力，我只有人进3阶，想要正面硬抗我还做不到。不过幸好我觉醒了4个异能，否则还真不敢正面刚。如果记得没错的话，这猩猩在几十年后也是一方霸主，能够口吐人言，并且坐拥一整个竞技之地。但那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，这一世你只能变成我的刀下亡火。我的速度拉到极致，在动手的瞬间，一团团
团天火从天空砸下，万千冰刺带着杀意落下，雷刀的电光更是将这片空间照耀的宛若白昼。一道道攻击落下，我同时来到他的背后，双手合十，手臂之上有雷光涌动，雷刀在掌心浮现，雷刀之上还加持了火焰和寒冰的力量。星星正在应付正面的天火、寒冰和雷刀，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手中的雷刀已经朝着他落下了。星星狂怒，他也不管正面的攻击了，一只手掌去握落下的雷刀，另外一只手握拳朝着我正面轰了过来。糟了，我眼中的拳头变得硕大，下意识之间一只手伸出，寒冰盾眨眼般凝聚挡在身前。可星星力气硕大无比，他的一只拳头硬生生轰在寒冰盾上，寒冰盾竟瞬间破碎，直接将我砸了出去，一口鲜血吐出。我背后的天使之翼再次挥动，我站在天空之中，眼神之中杀意骤然浮现，强大的杀意笼罩着星星，眼中的雷光渐渐遍布全身。背后的一对天使之翼在这一刻开始变化，3000发丝狂舞，背后的天使之翼一只散发着火光，另外一只变成了深蓝色，寒意凛冽，宛若一位君王莅临人间。你彻底惹怒我了。我狞笑一声，一步踏出，天地异象浮现，乌云层中一道道雷光闪烁，极致的毁灭气息传遍整个公园。星星自然也感觉到了这股毁灭的气息，他的眼睛竟然流露出人性化的恐惧。现在知道害怕了，晚了。我冷笑一声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掌地，背后的天使之翼挥动之间有火焰和寒气呼啸，万千雷动，霎时间整个天地之间瞬间变成白昼，天空之中的雷霆一道道落下，不间断的爆炸声在公园中心响起。等到雷光散去之后，整个公园都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，而星星此刻已经躺在了地上，身体被洞穿，鲜血流了一地。我落地缓步走到他的面前，嗤笑一声，虽然你很强，但我比你更强。一脚踩下，星星的脑袋炸裂，里面掉出来一块紫色的兽核，单手一挥，紫色的能量顺着掌心涌入身体。我闭着眼睛，背后的头发染上了一抹淡紫色，下一秒我眼睛一亮，没想到这星星居然还有分身的技能，不过为什么他没用？看着旁边的灵草，似乎有些明悟了，他应该是想等灵草成熟之后服用，等到实力上去之后再凝聚分身。分身的实力只有本体的一半，分身死亡之后，本体的实力也会受损，至少需要1个月之后才能凝聚新的分身。对于现在实力并不强的他来说，根本不划算。同一时间，灵草成熟，华光绽放，周围的异兽们都在靠近，一个个异兽们的眼中浮现出贪婪之色，但看着星星巨大的尸体，他们又不敢上前，只能怒吼震慑我，想要用这种方式来逼迫我离开。我冷笑一声，就在我弯腰的时候，一只巨型泰迪从背后偷袭，张开血盆大口就朝着我的脑袋撕咬。然而我早就感觉到了，手中动作不停，继续拔灵草，背后的天使之翼一挥，瞬间上百片羽毛在天使之翼的挥动之下激射出去，形成一张大网，羽毛之上覆盖着冰系异能，将巨型泰迪当场斩杀。这下周围的所有异兽都不敢上前了，我直接轰碎巨型泰迪的脑袋，驱走兽核，天使之翼挥动，直接来到一处楼顶，吸收兽核和灵草的能量。灵草悬浮在我的面前，一丝丝纯白色的能量包裹着我，全方位吸收灵草的能量。人境5阶，人境8阶，发誓1阶，发誓5阶，最终定格在发誓5阶。吸收兽核让我再次提升了一个小境界，发誓6阶。感受着身体传来源源不断的力量，我终于笑了起来。全球激变开始不到1个小时，自己就已经突破了一个大境界。上一世境界分为人境、发师、发将、发灵、发王、发皇、发宗、发帝、发神、发圣，每一个境界又分10个小段位。末世前期大部分人都是单打独斗，很多强者都死了。既然想要活下去，就得组建属于自己的团队。我吐出一口气，思考着江北市还有哪些顶尖强者。突然，一个人名在我脑中浮现：江北守护神李勋。上一世李勋凭借着一把神奇剪刀独霸一方，此刻在玄武区滨江大道贫民窟的一处小发廊的外面，正发生着凄惨的一幕。几个觉醒者看上了一个女人，但那女人丈夫并不同意，挡在女人的面前。最后的结果就是被硬生生的打死。最关键的是，这几个人还将目光落在了女人的女儿身上。这时，李勋挡在小女孩的面前：你们还有人性吗？连小女孩都不放过，你们还配当个人吗？他的手中都还拿着剪头发的剪刀。李勋，现在都末日了，你还说人性？末日来了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天下了。一个黄毛就好像听到了最好笑的笑话，顿时就猖狂的笑了起来。李勋转头看着小丫头，咬牙道：丫头快跑！我拖住他们。紧接着咬着牙就朝着他们冲了上去。黄毛则一脚踢在李勋的胸口，肋骨瞬间被踢断了。随后红毛掌心浮现出一团火球，直接砸在李勋的身上，再次被轰飞出去，重重的砸在墙上。剩下一个绿毛走到他的面前，抓着他的头发将他拖了过来。既然你要当这个英雄，那就只能先把你给杀了。一把刀夹在李勋的脖子上，跪下，求老子放过你。以前老子们几个剪头发还敢收老子的钱，谁给你的胆子呀？红毛、黄毛、绿毛3人站在李勋的旁边，狞笑连连，谁都没有把他放在眼里。毕竟李勋虽然也觉醒了，但是以他的实力根本就不是3人的对手。这时红毛声音低沉道：我给你最后一个选择，要么你去把那幼女抓过来，要么我们弄死你。李勋见状，竟吐出一口老痰吐在红毛的脸上，冷笑道：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，我是绝对不可能为虎作伥的。全程观看了这一切的我微微笑了笑，这家伙还是这个犟脾气。绿毛冷哼一声，刚想解决他的时候，一柄雷电长矛破空而来，将红毛身体刺穿，并且带着强大的力道将他整个人轰飞。雷电长矛死死地定在地面，灼热的高温将红毛直接化作灰烬。年轻人真好，说睡就睡，一睡一个不吱声。一道轻笑声在天空中传来，绿毛和黄毛抬头，只见我双手负后，背后洁白色的天使之翼挥动，神圣的气息笼罩现场。黄毛惊呼一声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心脏处已经被冰刺洞穿。绿毛见到我丝毫不费力地解决了自己2个兄弟，整个人都吓得双腿一直接跪在了地上。
声：“大哥，我错了，求求你饶我一命。”我则冷笑一声：“杀人者，人恒杀之。”话音落下，绿毛的心脏处一根冰刺突然出现，心脏当场爆碎，眼睛一瞪，当场就倒了下去。这时李勋站了起来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开口说道：“谢谢。”他也不知道面前这人是谁，但拥有这么强的实力，绝对是一个强者。不用，我是来找一把剪刀的，就是你手中的那一把。我收起天使之翼，落在他的面前，面带笑容的说道：“剪刀。”李勋顿时就愣住了，显然也没有想到，他沉默了起来。他也是觉醒者，他也清楚自己手中这把剪刀的分量。虽然目前他也不清楚这把剪刀到底有什么能力，但是在全球激变开始的时候，这把剪刀绽放出了光芒，并且自己试过，这把剪刀没有什么攻击力，可对方冲着这把剪刀来的，明显就知道这把剪刀的用处。好，李勋沉默了一下，直接的给了我，我也很诧异，没想到对方居然直接就给我了。你就这么给我了？不会觉得不甘心？我没有接剪刀，反而好奇的问道。李勋耸了耸肩，不然能怎么办呢？你实力比他们都还强，我连他们都反抗不了，更加没办法反抗你了。我接过剪刀，滴血认主之后，操控着剪刀直接剪了这三兄弟的头发。神奇剪刀虽然没有任何攻击性，但是这可是最强辅助性的神器啊！剪刀能够将他们的头发剪了，吸收他们的能力，进而反馈给主人。在神奇剪刀的反馈之下，让我身上的异能都不由自主的开启吸收进化。只见通红的火焰开始出现一点点幽绿色。李勋见状苦笑一声，原来这神奇剪刀能够掠夺别人的力量。随后我缓缓睁开眼睛，神奇剪刀是真的神奇啊，直接让我的火焰和冰系异能提升了品质。虽然没有提升等级，但是如果再遇到星星那种级别的存在，完全可以直接秒杀了。我长吐出一口气，目光落在李勋的身上，轻轻笑道：“你愿不愿意跟着我？在末世中，单打独斗是有很大的机会死的。如果你能跟着我，至少可以保证不用死。”李勋沉默片刻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“因为你还有人性。”李勋闻言愣了一下，显然也没有想到我会说出这么一句话。人性这种东西在末世之中比大熊猫都还要珍贵。末世来临，所有的一切秩序都在混乱无序之中被重新打乱重组，和平时期的法律根本就不适合在末世之中适用，并且如今还有觉醒者。如果国家没有任何相对应的措施，那么结果就会像是前世一样，一座座城市变成万里无人烟的样子。几十年后的地球是什么样子，我不清楚，可我清楚的是，如果没有强者的出现，根本就不可能守护一方城市平安，更不可能守护整个龙国。见状，李勋没有犹豫的直接点头加入。随后我笑道：“组建小队可不仅仅是我们两个人，还得有其他的人呢。暂时就把你的理发店当作临时基地。这一个晚上，杀戮在全球范围内上演，这也正是人性泯灭的开篇序章。”与此同时，丑国约纽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，而此时却变得宛若炼狱。几十米高的异兽们，无一不是踩着钢铁建筑，进行着最原始的毁灭和破坏。樱花国在全球激变开始之后，本就被废水搞得变异的各种动物，再一次变异，这一次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。整座小岛在这一个晚上被毁灭殆尽。一日一早，我醒来之后，耳边竟然传来电视的声音，这让我顿时就懵了。李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走到外面，表情一脸茫然，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外面的电视居然真的能用，而且还在播放着新闻联播。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上一世的时候，全球激变开始之后，无数基站被毁灭，所有一切的通讯设施设备都无法使用，这也就导致上一世的秩序崩塌的很快。可是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新闻联播那可是国家台呀，我也不知道。今天晚上我起来做早饭的时候，电视就突然自动打开了，而且还关不掉。李勋也是一脸无奈，我微眯着眼睛站在电视面前看了起来。全球激变，末世来临，这是一条极其特殊的新闻联播，希望所有觉醒者能够广而告之。为了对抗异兽，我国军工单位已经研制出能够对抗的机甲与战甲，但由于操控机甲需要觉醒者，故而军方特此向民间发布招聘，所有已经觉醒的异能者可在当地武装部报道。同时希望所有龙国公民能够遵纪守法。觉醒者公约已在商讨中，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正式公布。新闻联播的信息量很大，每一条消息仿佛都刷新了我对这个世界的了解。我完全没有想到居然会变成这样，国家的速度不可能这么快，更像是提前布置的。所以有没有可能有人和我一样穿越回来了，并且至少提前穿越回来半年到3个月之久？否则军方的机甲和战甲怎么可能突然就拿出来？否则这一切没办法解释。机甲和战甲的研究不可能这么快，是需要一定时间的。与此同时，在龙国境内武装部已经开启登记事项，请每一位觉醒者自觉前往武装部登记。如果查到未登记的觉醒者，将会出动战甲以及其余觉醒者进行抓捕。这句话落下之后，我顿时就瞪大了眼睛。这已经可以确定，绝对有人穿越回来了。上一世末日爆发之后，国家足足半个月才反应过来开启登记事项，后来就演变成了觉醒者工会、觉醒者联盟等等利益团体。现在登记直接就断了这条路啊！看来得快一点组建团队了，否则都变成国家的人了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看着天空之中挂着的一轮血月，微眯着眼睛。这时李勋便开口问道：“秦哥，今天什么安排呀？”我悠悠一叹道：“先去武装部登记，去官方挂个名，然后咱们再出去逛逛，看看能不能遇到那些人。”李勋疑惑：“那些人是谁？”我没说话，只是微微点了点头。那些人都是以后的绝世强者。